当他们推着那辆酷似棺材的雪橇出来时，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们能进决赛，因为他们来自牙买加，一个热带国家，没有冬天，平均最低气温22度。班诺克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雪橇运动员，他一直在准备田径，本信誓旦旦能够去参加奥运，却没想到在选拔赛上，旁边的选手摔倒了，甚至……班诺克绝望地看着终点，为了奥运，他已经准备了太多年，他请求再比赛一次，但体育委员拒绝了。 因为不管怎样，一场比赛总会有不公平。班诺克心灰意冷。这时他看到他父亲和另一个男人的照片，那是奥运雪橇冠军欧文。他有一套短跑选手推雪橇的理论，多年前一直在劝班诺克父亲转项目。班诺克计上心头，决定参加冬奥会，因为这是国内唯一一支雪橇队，都不需要选拔就能去奥运。但有一个问题 ：Ice. It's kind of a winter sport, you know. You mean winter as in ice, baby? You mean winter as in igloos and Eskimos and penguins and ice, possibly? See you. 这是班诺克好友，为了好友，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后来，班诺克在一家小酒馆找到了欧文。多年前，欧文因作弊退出奥运，此时的他颓废不堪。班诺克三顾茅庐，请欧文来做教练。他说他比父亲跑得还快。欧文如果想证明自己，他就是机会。于是欧文同意了。队伍还差2个人，班诺克召集年轻人，向他们介绍雪橇比赛。简单来说，雪橇要从一条冰质滑道的顶端滑到底端，很刺激，很过瘾，就是有个高速碰撞的小缺点。Oh yeah. Oh yeah. PPT 放完后，房间里空无一人，所有人都被吓跑了，只有2个姗姗来迟的男人同意。他们是选拔赛上和班诺克一起摔跤的倒霉蛋。光头男人想借奥运离开这里，而这个平头男人是富二代，不想回家继承亿万财产。就这样，牙买加第一支雪橇队建立了。欧文托人做了辆雪橇，一块废铁，2根支架，4个轮子。当雪橇队看到后，都被丑到不忍直视。牙买加没有雪地，他们就在山坡上练习。雪橇300公斤，他们得在6秒内推车起跑。第一次，他们人仰马翻；第二次，他们连滚带爬；第3次，他们连滚带爬加人仰马翻；第4次、第5次、第6次，他们练习了很多天。最后一次，他们成功推车起跑，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然后……但这次他们成功了，在6秒内推车起跑，在平均气温27度的牙买加被关进冰车里，这是他们唯一能接触到冰的方法。可他们训练耐寒能力，是因为他们想去加拿大参加冬奥会。当年轻人说时，所有人的反应是这样的。教练欧文向体育委员申请资金去参赛，可体育委员觉得他们在说笑，更不允许他们丢脸到国外。为了筹钱，雪橇队4人想尽办法，有的人在街上卖唱，有的人到处去寻找赞助商，有的人摆擂台赚钱，甚至他们在街头摆摊搞起行为艺术，只要1块就能亲帅哥。最后还是富二代卖了一辆车来赞助，一行人终于飞往了加拿大。机场外漫天雪花，4个年轻小伙直接傻眼了。他们虽然都挺能跑，可站在冰面上时站都站不稳。欧文教他们用前脚掌走，可他们仍一个接一个，摔得四面朝天，看得欧文直叹气。他给雪橇队弄来一个旧雪橇，班诺克抚摸着雪橇，满怀希冀。冬奥前，他们抬着旧雪橇进场，整个场地像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都呆住了。牙买加几人却一点也不在意。欧文让他们坐进去，第一次上滑道，他们得先适应。被欧文推下去后，雪橇一路跌跌撞撞，最后第2天，他们尝试着推车起跑，结果跑着跑着步子就乱了。然后，消息传回国内，他们成了一个笑话。但班诺克几人仍旧没有放弃，一刻也不松懈的训练。他们跑步、做引体向上，在滑道上不停练习，就连在浴缸里也在操控方向。比赛前一晚，欧文送了雪橇队一份大礼，这是他们第1套比赛服。但到了第2天，比赛方把本次比赛的晋级时间缩短2秒，从1分02秒改为1分整。但牙买加小伙子们丝毫没有畏惧，他们推着雪橇严阵以待。一阵小跑后，他们冲下了滑道，并一个接一个跳入雪橇。他们出发用了6.13秒，一路梭哈到底，总用时长是59.46秒，并由此获得了比赛资格。尽管是最后1名，可他们还是很开心，将旧雪橇保养一番，又给他取了个名字冰上清池。 Cool runnings means peace be the journey。可还在庆功时，主办方通知欧文，他们被取消资格了，因为没有国际大赛的经验。但以往规定是，在奥运会年参与奥运资格赛可以被视为国际比赛。欧文很清楚，因为他以往的行为，他们被主办方针对了。他找到主办方，为过去的错道歉，并请求他们恢复比赛资格。They've done everything you've asked of them, and they did it with all of you laughing in their face. You know, it doesn't matter if they come in first or 50th. They've earned the right to march into that stadium and wave their nation's flag. It's the single greatest honor an athlete could ever have. That's what the Olympics are about. 16 years ago, I forgot that. Don't you go and do the same.
他的这番话让主办方红脸，恢复了牙买加运动员的比赛资格。一路走来，诸多不易，或许是因为这样，到了正式比赛上，他们紧张了。班诺克想学习对手，给队员打气，结果更紧张了。推车起跑踉踉跄跄，也没能成功跳入雪橇，一路跌跌撞撞，最后用时一共58秒。队员们很沮丧。到了这个时候，技巧大家都知道，拼的就是心态。班诺克还想学习对手，好友却告诉他 We look Jamaican, walk Jamaican, talk Jamaican, and is Jamaican. Then we sure as hell that a bobsled Jamaican. 第二天，他们开着车唱着歌进入会场。欧文看见他们就笑了。这一次，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今天起步很稳，甚至比强劲对手还要快一点。昨天他们的头还到处晃，今天却很稳很整齐，在弯道飞驰而过。解说员们都惊呆了。Where did these guys come from? 最后成绩是56秒53，他们一跃进了8强，甚至具备了赢得奥运奖牌的可能性。决赛那天，他们意气风发，一个完美的起步。他们滑入了滑道，进弯和出弯都很柔顺，却没想到风驰电掣中，一颗螺丝钉悄然松开，雪橇开始不受控，跌跌撞撞，转弯的时候差点失去控制，甚至班诺克恍惚中看见救生员赶来，他问队友们还在不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艰难地脱去帽子。乌拉拉的救生员跑到一半，突然停下，然后他们让出了一条道。牙买加的4个选手抬着雪橇，面带笑容，一步一步走出来。周围人看着他们坚定的步伐，突然掌声响起。在这一刻，他们领会到奥林匹克精神。牙买加4位选手大笑着走过终点，他们输了比赛，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这是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1988年，4个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凭着意志进军冬奥会，并在雪橇滑行比赛中取得骄人成绩。4年后，他们再次重返奥运，一次又一次向人们展示奥林匹克精神，永不服输，永不放弃。